在美国，买房与租房各自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？以及买房的费用还有贷款有哪些？许多美国人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支付买房的费用，但是这只意味着用每月的抵押贷款来换取每月的租金。租赁与拥有两者的优势是什么？在签署下一份租约之前，这里有一些需要考虑的事项。租赁的优势，租房子或者公寓有几个明显的优势，包括固定的租金、无财产税或者是 HOA 的费用。降低保险成本，无房主保险，你的房东负责所有的维修和保养，各种便利设施，如游泳池、健身房、公共区域等。此外，当你租房时，你通常只会被锁定在一份年复一年的合同当中。与买房不同的是，你不会被束缚在你想要的租赁房产上太久。这对于年轻的专业人士、大学生或者那些需要经常搬家的人来说，是理想的选择。拥有住房的优势。年轻人尤其发现自己在租房和买房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，买房有什么好处？例如，房东通过每次抵押贷款付款增加资产的净值，抵押贷款通常比租房便宜，自由修改您认为合适的属性，给你和你的家人更多的空间。无需与邻居共享生活空间或者是墙壁，可用的税收减免。对许多美国人来说，拥有和租赁相比，是建立股权的更好选择。这意味着你对房产的投资价值，否则你每个月的租金只是用来支持你的房东，这不是最好的长期前景。租房与买房的财务考虑。你决定是租房还是买房，很可能是与财务状况和当前的住房市场有关。思考与拥有和租赁相关的不同成本。前期的成本，买房会带来更高的初始成本，即使你不支付传统的20%的首付，你仍然要负责结算成本和行政的费用。这可能会使整个过程变得昂贵。相比之下，租房者通常只需要支付相当于1个月的租金的保证金，只要你不损坏房子，这笔钱就可以全额退还。持续成本，当你租房时，一些持续的成本会降低，例如许多房东对租赁物业进行维修和景观美化。同样，租房者不必担心房地产税、房主保险或者其他与拥有住房相关的费用。另一方面，租金支付往往很高，而且不可预测。在某些情况下，抵押贷款支付实际上可能低于你每个月支付的租金。有了固定的利率抵押贷款，你在贷款过程中不会经历任何意外的价格上涨。如果你正在考虑买房，在线抵押贷款计算器可以帮助你计算出与租房相比，你每个月可以支付多少钱。潜在的节省。当你年轻的时候，租房可能会给你时间来建立你的信用和储蓄账户。在这个方面，它可以提供一条通往金融稳定的道路。假设你可以获得比抵押贷款更低的租金。另一方面，在一些州，房主通常可以扣除房产税和家庭办公室。而这些税收的优惠，并不总是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租房者。
租赁与拥有的生活方式因素。你的财务状况可能是你首要考虑的因素，但是考虑一下你目前的生活状况也是很重要的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打算在未来5年内搬家，那么买房不是一个好主意。如果你的工作不稳定，或者你正在完成学业，租房可能给你比买房更大的灵活性。然而，其他人可能渴望拥有住房所带来的稳定。如果你组建了一个家庭，你可能需要更多的生活空间、院子或者使用学校和游乐场等当地的设施。对长期财务目标的影响，你的长期财务决策和目标也应该影响你的选择：租房还是自住。拥有住房可以让你在家里建立股权，一旦你还清了抵押贷款，你将完全拥有你的房产，你的房子的价值将与你同在。对于那些租房者来说，情况并非如此。租房可能是短期的必需品，但它不会帮助你实现长期的目标。首次购房者贷款产品，一些购房者之所以留在原地，是因为他们对高昂的房价持谨慎的态度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，只有在存下了20%的首付款之后，你才能买房。然而，现实是有许多贷款的产品可以让拥有和租赁成为一个容易的决定。联邦住房管理局支持的 FHA 贷款是为了信用不达标的房主设计的。只要你的信用额度在500或以上，你就可以获得10%的首付住房贷款。如果你的信用评分在580分以上，你只需要降低3.5%，就可以更容易的拥有住房。VA 贷款，如果你或你的配偶是现任或者是前任的美国军人，你可以获得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支持的贷款。这些贷款不需要任何的首付款，即使是那些信用低于平均水平的人也可以获得。由美国农业部支持的贷款是另外一种零首付的选择，针对在符合条件的农村或者是郊区购房的买家。传统贷款为信用良好的买家提供最低的利率，即使是这些贷款项目也只需要3%的首付，这使得成为一名自豪的房主变得更加容易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建立你的被动收入渠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。